位朋友，作为一名专门照顾中老年人的医生，我经常在诊间听到这样的问题：医生啊，我明明生活很正常啊，为什么还是会膝盖酸、腿没力？是不是年纪到了就只能这样？但我要告诉你，不完全是年纪的问题，很多时候是你每天早上吃进去的第一口早餐，在悄悄影响腿脚的健康。很多人早餐吃的清淡简单，以为这样就健康，结果膝盖还是发紧，脚还是抽筋，站久了腿就沉，甚至越吃越没精神。今天我想用医生的角度跟您讲讲早餐里最常见的5个地雷组合，他们可能看起来很清淡、很习惯，甚至吃了一辈子，但对6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，却可能是导致腿部循环变差、关节发炎、水肿抽筋的元凶。我们会一一分析每一种组合的影响，并告诉您更好的替代方式，请一定看到最后，您的腿力、膝盖，甚至整天的精神状态，真的和早餐息息相关。很多朋友早上一坐下来，习惯就是来2个白馒头配一杯热豆浆，觉得这样简单、清淡，没油烟也不费胃，是最养生的吃法。但身为医生，我必须提醒您，这个组合对6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并不那么友善。为什么呢？首先，白馒头是高升糖食物，它用的是精白面粉，纤维少，糖分吸收快，吃下去之后血糖一下子就升上来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胰岛素调节能力本来就减弱，这样的血糖冲击不仅让人1-2个小时就又饿了，更会让微血管循环变差，腿脚的供血供氧都会受到影响，走路容易酸，站久了脚沉重，就是这个原因。第二，白馒头几乎不含蛋白质，也没有矿物质和膳食纤维，这样的早餐虽然填饱肚子了，但没给身体足够的营养建材，尤其是对腿部肌肉、膝关节来说，缺乏蛋白质等关键营养，肌肉力量只会越用越少，走路自然也越来越没劲。再来说说豆浆，很多人以为豆浆是健康饮品，确实它富含植物蛋白，但问题来了，如果你买的是市售的加糖豆浆，那糖分可不低，有的甚至一杯就超过15克糖，相当于3-4颗方糖。而高糖加高升糖的早餐组合会让血糖更不稳定，身体负担大，也更容易在早上就感到乏力、腿软。另外，豆浆属于寒凉食物，空腹喝或肠胃虚弱的人可能会出现腹胀、胃酸，甚至影响钙质吸收。有些人早上喝完豆浆没多久就觉得脚底发虚，那可能就是消化不良、循环不佳的警讯。我门诊里有位陈阿姨，67岁，膝盖常觉得卡卡的，下午一走就脚酸，问她早餐吃什么，她说就老习惯，2颗小馒头，1杯豆浆。我建议她试着调整3件事，一是白馒头换成小分量的全麦吐司，2是豆浆换成无糖的，或煮1颗水煮蛋搭配，3是早餐里加点坚果或牛油果，增加好的脂肪和蛋白质。她试了3个礼拜再来回诊跟我说，医生，我现在走楼梯轻松多了，腿也没那么胀了。所以馒头配豆浆不是不能吃，但如果搭配不当，营养不均衡，反而可能让腿脚一早就开始打瞌睡，连站都站不稳。说起来，现在还有不少朋友喜欢早餐吃得更轻盈一些，觉得切点水果，喝杯优酪乳就够了。但其实这样的搭配也常常是腿抽筋、脚发软的诱因之一。我知道有些朋友早餐不爱吃主食，反而觉得来点水果配一杯优酪乳，清爽又养生。特别是天气热，不想吃油腻时，这种搭配听起来很高级健康，但其实这样的组合也暗藏地雷，尤其对60岁以上的身体来说，不但不能补元气，反而可能让您的腿脚更虚、更酸，甚至抽筋。为什么呢？首先我们来看水果，很多人早餐吃的是香蕉、葡萄、芒果、火龙果这类高糖分水果，这些水果的升糖指数都偏高，尤其是熟透的香蕉、甜葡萄或西瓜，吃下去不到10分钟，血糖就开始迅速飙升。而高血糖不仅容易造成血管硬化，还会让我们腿部的微血管循环变差，脚底供氧不足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早餐后不久就觉得腿发沉，走不远路。再来谈优酪乳，优酪乳虽然有抑菌，但市面上大多数的口味优酪乳其实糖分相当高，有的甚至1小杯就含糖超过20克，吃下去就像喝了一杯加糖饮料，不仅影响血糖，还容易让身体的钠钾钙镁电解质比例失衡。电解质不稳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小腿抽筋、手脚麻木、腿发软。另外，有些长辈早餐只吃水果和优酪乳，没有蛋白质，也缺乏好油脂，这样一餐下来，营养不均衡，不仅撑不久，还会让肌肉在早晨空转，没油没料可用，时间久了，腿部力量也会默默的流失。
门诊里有位林先生，70岁，退休后注重养生，每天早餐都吃切片苹果、香蕉，配一杯草莓口味优酪乳。原本觉得这样轻断食人会轻松，但最近却常常出现小腿抽筋、走路不稳、站久脚肿的情况。一问饮食结构，就发现他早餐蛋白质不足，糖分偏高，而且优酪乳都是加糖、香精调味的那种。我建议他把早餐换成这样的组合：半颗牛油果加1颗水煮蛋加几颗蓝莓加一杯无糖豆浆，3周后再来复诊。他说，医生啊，我现在吃完早餐反而更有力，连小腿也不抽了。所以水果和优酪乳不是不能吃，但吃对时间，搭配好内容，控制糖分比例才是重点。我的建议是，早餐若要吃水果，选择低升糖指数的水果，像是蓝莓、梨子、奇异果；优酪乳请选无糖原味，搭配坚果或水煮蛋，这样才有助于控制血糖，补足蛋白质，也保护腿脚的肌肉和循环。早餐不油不腻，听起来是好事，但如果只有甜分，没有营养支撑，反而让身体更空虚，腿更无力。而说到传统又清淡的早餐，还有一个很多长辈吃了一辈子的组合，虽然口味简单，消化快，却可能是导致下肢浮肿、关节发紧的幕后推手，就是那碗看似温和的白粥，配上一点咸菜。所以传统的咸粥配咸菜不是不能吃，而是年纪一大，身体不再像年轻那样能扛得住高盐、高精致碳水的组合。你以为吃的是温补，其实可能是隐形的腿脚杀手。那如果说中式早餐有这类误区，很多朋友转向西式早餐，以为换个口味就比较健康。但我得提醒您，另一种常见的西式早餐组合也很容易伤关节、卡膝盖，特别是那种夹蛋的面包、三明治，您可能每天都在吃。很多朋友喜欢早餐来一个吐司夹煎蛋，配个火腿或香肠，再搭上一杯奶茶或咖啡，觉得省事又美味，营养也够。听起来好像没问题，对吧？但站在医生的角度，我必须提醒您，这种早餐组合特别容易加重膝盖酸、腿部发胀，尤其是60岁以后。我们一个个来看。第一，吐司大多是精致白面粉做的，和白馒头一样，纤维少，糖分高，吃下去血糖容易快速上升，然后又快速下降，这样血糖忽高忽低，对血管循环是一种负担，尤其是膝关节、脚踝这些末端部位最先受影响，酸、麻、卡、痛很常见。第二，夹在吐司里的火腿、香肠等加工肉品，含有大量钠磷酸盐、防腐剂，这些成分容易引发身体慢性发炎，尤其对本来就有关节炎、风湿或退化性关节问题的朋友来说，等于是在火上加油。您可能吃得开心，没想到过几个小时膝盖开始胀，走路不舒服，上楼卡卡响。第三，这类早餐脂肪比例高，蛋白质量却不一定够好，尤其是用了油炸蛋、奶油、甜酱，不仅容易造成体重上升，膝盖负担加重，还会影响胆固醇、电解质平衡，间接造成抽筋或下肢无力。我有位病人姓黄，今年66岁，退休后常带孙子上学，早餐几乎天天在便利店买吐司夹蛋火腿的套餐。原本只是觉得站久脚酸，后来发展到走路有点跛，一照 X 光发现膝盖已经有轻微积液。我们一查饮食，问题就出在长期吃那高脂肪的西式早餐。我建议他换成全麦吐司加煎蛋加水煮鸡肉片，再搭配一杯无糖豆浆或温牛奶。1个月下来，他的膝盖积水改善不少，走路也更有劲。所以朋友，西式早餐不是不能吃，重点在于选材干净，避免加工，控制糖分与盐分，否则看似营养的早餐，吃进身体的可能是炎症与负担。一顿早餐别让膝盖成为代价。所以各种夹蛋、三明治、火腿、吐司，如果选料不对，吃法不当，不仅吃进了炎症来源，也可能让膝盖负担越来越重，早上刚吃完，下午就开始跛得走不稳。而有些朋友觉得吃面包太重了，于是改成只喝杯黑咖啡配2片饼干，以为这样更轻盈，结果腿更软，心更慌。接下来我就来说说这种看似简单的早餐搭配，其实也是伤腿抽筋的隐形地雷。朋友，现在很多人讲求轻断食、低负担早餐，特别是一些阿公阿嬷听了儿女建议，早餐就变成一杯黑咖啡，配几片饼干或苏打饼，甚至干脆空腹只喝咖啡不吃饭，以为这样可以提神、养胃、控糖。但作为医生，我必须告诉您，这样吃法对腿脚尤其不利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空腹喝咖啡会刺激胃酸分泌，尤其是年纪大、肠胃本来就比较敏感的人，早上空着肚子一喝，胃酸一下升高，
不仅可能造成胃胀、胃痛、心悸，更严重的是会让身体短时间内钾离子流失，造成电解质不平衡，而电解质一乱，小腿最容易先抽筋发麻。第二，再加上配的甜饼干大多是高糖高油的精致食品，这些糖分进入身体会快速推升血糖，而血糖快速波动本身就会影响微血管收缩，腿脚尤其是脚踝、膝盖附近的循环会变差。有些人早上明明坐着没事，一站起来就腿软踩不稳，很多时候问题就出在早餐这杯咖啡和几块饼干上。我曾接诊过一位65岁的王伯伯，他说最近常常起床后2小时腿抽筋，连骑脚踏车都没力。我问他早上都吃什么，他说很简单啦，就一杯黑咖啡配3、4片饼干，清清爽爽。结果一查，电解质、钾镁都偏低，而且空腹时血压也偏低。我请他调整早餐，吃点全麦吐司加水煮蛋加1小杯温豆浆，咖啡留在饭后1小时再喝。3周后，他的腿抽筋状况明显减少，早上也更有精神。第三，咖啡本身有轻微利尿作用，如果早上没喝够水，咖啡又把水分逼出去，就更容易造成腿部循环变差、血液浓稠、肌肉抽痛。所以咖啡不是不能喝，而是不能空腹喝，更不能和甜饼干搭在一起当早餐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喜欢早晨喝咖啡，请放在早餐后1小时左右，并且选择低糖或无糖的黑咖啡或拿铁。早餐本身要吃得均衡，有一点蛋白质，有复合碳水，有一点健康脂肪，这样才能稳定血糖，守住腿力，也不容易抽筋。很多时候不是咖啡害了我们，而是空腹加甜点的搭配，破坏了身体清晨最脆弱的平衡。今天我们聊了5种中老年朋友常吃的早餐组合，看起来简单，吃起来习惯，但吃久了却悄悄影响腿部力量、关节健康，甚至引发抽筋、水肿。很多人早上起床没胃口，随便吃点东西垫肚子，但我必须提醒您，早餐吃得对，腿脚就轻松一整天；吃错了，走路第一步就开始卡卡的。我们来简单复习一下今天提到的5种腿脚不友善的早餐组合。第一种是白馒头配豆浆，看起来清淡，却是高升糖、低蛋白的组合，容易让血糖震荡，腿部无力。第二种是水果加优酪乳，糖分太高又缺乏蛋白质，吃完不但撑不久，还可能导致电解质失衡、抽筋或脚水肿。第三种是白粥配咸菜，这是许多长辈从小吃到大的古早味，但其实高钠又缺乏营养，对腿部循环影响很大，容易脚踝肿胀、膝盖酸痛。第四种是火腿吐司三明治，看起来西式有饱足感，但加工肉品加上精致淀粉，对关节发炎、血管硬化都是负担。第五种是空腹喝黑咖啡，再配几片甜饼前，刺激性强，血糖波动大，还会破坏体内电解质平衡，是抽筋的常见诱因。如果您刚好在吃的就是这些早餐里的其中一种，那真的很值得从明天起做一点点改变。很多人问我，那到底怎么吃早餐对腿最好？其实原则很简单，早餐一定要吃得平衡，有蛋白质，有慢释放的淀粉，有一点好油脂，还要有水分，不要太甜，不要太咸。举个例子，像这样的早餐组合就很理想，来1颗水煮蛋，搭配1片全麦吐司，可以再加一点温豆浆或白开水。若想吃水果，建议选择半份蓝莓或奇异果，偶尔加点牛油果、核桃也能帮助润滑关节。咖啡当然可以喝，但请留在早餐后1个小时，让胃有准备，血糖稳定后再喝进去，对身体才不会有压力。年纪越大，早餐越不能随便，吃得对不仅不累，还能防抽筋、防膝盖痛，让您腿更有力，走起路来轻松又稳当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这期节目如果让你想到自己的某些饮食习惯，不妨试着调整看看，给身体一个喘口气的机会。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平常的早餐怎么吃，我会亲自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帮您建议的更好。喜欢这样的内容，也欢迎按下订阅。每周我都会用浅白的语言陪大家一步一步把健康找回来。我是吴佩琪医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